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防务面对面，我是王云飞。大家都知道啊，中国军舰像饺子一样的发展，不光是数量，型号呢也在不断的升级提高。当年啊，在十几年之前，我们有了052C 的时候，大家都称之为中华神盾，中国终于有神盾舰了，当时引起了国人的极大的兴奋。但是在17年之后，忽然发现，这一型的军舰有点落后了。最近啊，中华神盾海口舰的舰长就说啊，这型舰已经不落后了，但是还会发挥它应有的作用，在整个海上作战体系当中啊，发挥它独特的作用。那么这意味着中国海军发展是一个什么趋势呢？为什么会说它落后呢？今天就这个问题，我们请王一田先生来分析一下中国海军驱逐舰的发展的趋势。网上军迷呢有一句口头禅，说军迷都是大猪蹄子。当年那个052C 刚出来的时候啊，那时候我看到了之后呢，也是非常的心潮澎湃。军迷网友啊都说啊，052C 我的梦中情人啊。结果呢，这十几年过去了，我们那个中国海军更新型号的052D，还有052D 改，甚至呢最高端的这个055都已经出现了。那么现在我们很多军迷的这个梦中情人呢，可能又变成055了。当然了，这也是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军备发展太快了，好东西不断的涌现，所以呢喜新厌旧呢也是正常。但是作为海口舰的这个老舰的舰长来说，他可不能喜新厌旧，有什么装备就要打什么仗。手里有海口舰呢，然后就想着用海口舰来怎么样发挥它最大的战斗力。目前来看呢，这个海口舰啊，它跟最新的052D 相比呢，确实是呢这个装备的老化呢比较严重。因为当时那个052C 建造的时候啊，我们很多子系统呢可能还并没有一步到位，只能用一些比较老一些的装备来先把它给装上，然后形成战斗力。比如说，你介绍一下当时的垂发系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啊？这个当时的垂发系统啊出来之后呢，军民之间还有争论，因为它用的是那种左轮手枪式的这种垂发系统。这种垂发系统呢，很多人是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我们在051C 上装的这个俄罗斯的里夫这个垂发系统。对。但其实这个垂发系统跟里夫还不太一样，里夫那个是真叫左轮，就是它虽然一个桶里面6个弹，但是呢，它只有一个口能够发射导弹。对。它打一发导弹得转一下，而我们052C 上的垂发系统呢，6个口可以同时的发射导弹。这个发射效率就比这个里夫要强得多。另外一个方面呢，就是雷达了。052C 上配备的这个346A 型雷达，是我们第一款的舰载大功率的相控阵雷达，可以说是有一个划时代的意义。但是呢，这个雷达呢，并不是目前我们最好的技术状态。比如它用的里面的发射单元用的是硅双极管，而我们新一代的这个雷达呢，都会用上砷化镓甚至是氮化镓了。而最新的这个中科院已经研制出氧化镓了，这是第4代半导体了。所以呢，它这个半导体呢就比较落后了。半导体落后到哪呢？就是它的这个效率啊不高，它发射一定功率的电磁波就要消耗更多的电能，那么这个电能呢就需要更强大的散热才能把它散出去，否则雷达就烧毁了。而052C 用的散热方式呢也是相对的落后的，它用的是空气冷却，所以052C 的这个雷达罩啊，大家看的是个鼓起来的半圆形的，就是要让空气流动，留出一定的空间散热去。当时还有这个军迷呢，这个脑补说我们用的是那种共形阵，不是平板的雷达，是一个圆弧形的雷达。它的这个可视角度更大，实际上那个是瞎猜的，就是因为里面需要更大的空间进行空气散热。而从052D 之后变成了346B，那么首先呢，它的这个发射单元变成了砷化镓，它的这个效率呢就提高了很多。第二呢是采用了液冷的这个散热，它的散热的功率呢也更大，所以呢346B 的辐射功率要比346A 要强的很多，探测能力当然也就更强大了。此外呢还有反舰导弹，我们的052D 上用的反舰导弹呢是鹰击18，这个导弹啊被美国誉为是最完美的反舰导弹。它呢是在中间巡航过程中呢是用这个涡扇发动机来进行巡航，到最后的过程中，最后几十公里呢是点燃一个把后面涡扇发动机扔掉，它头部呢是用火箭发动机把它这个头部加速到3马赫以上来打击对方的军舰。这个导弹呢就综合兼顾了远射程和高突防的这个设计理念。
我们052C 上用的反舰导弹呢是鹰击62，这个导弹呢它是全程亚音速巡航的，所以呢它的突防能力啊跟鹰击18比呢就差了很多。这些武器呢虽然现在呢跟最新的这个都没法比了，但是052C 好歹也是一款神盾舰嘛，放在别的国家呢都是扛把子了。所以呢现在呢虽然不是最先进的了，但是它依然是有强大的战争能力的。那么我们这个海口舰的舰长呢，虽然说我们这个军舰现在落后了，但是现在打仗也不是单舰单挑，它是一个体系的对抗。如果这个军舰处在一个合适的位置，并且处在自己比较优势的一个状态的话，那么它依然可以发挥强大的战斗力。所以海口舰的舰长他们担忧的不是说自身落后了，而是如何发挥自己的战斗力的问题。这一点呢，相信经过这么10几年的摸索海口舰一定有自己一套成熟的作战的一个方法和体系。虽然说海口舰跟目前最新的驱逐舰相比落后了，但是它在中国驱逐舰的发展过程当中它是功不可没，积累了很多中国后来驱逐舰发展的一些主要的战术、技术的更新改造的一些数据。所以我们对于这型舰依然要给予大大的称赞。当然了，我们现在有更新更好的驱逐舰了，未来可能还有更先进的大型的驱逐舰会出现，大家都不会忘了像海口舰这一类的中华神盾舰。好，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聊到这儿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方方面面，下一期我们再见。